就在2026年3月31日，南韩外交部公布了一批1995年的机密外交档案，里面赫然记载着一段让全世界都意想不到的历史。北韩，没错，就是那个号称跟中国是用鲜血凝成友谊的北韩，竟然曾经痛骂中国舔韩，扬言要跟台湾建交来报复北京。你没听错，平壤曾经认真考虑过跟台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而且这还不是某个小官随口说说，而是在国家级智库专家会议上正儿八经讨论出来的政策选项。北韩专家当时甚至强硬地质问中方代表，既然中国和南韩正在进行高层交流，为什么北韩不应该对台湾发展关系？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北京的外交官们恐怕脸都绿了，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外交的绝对红线，任何国家胆敢跟台湾建交，等于在北京眼皮底下点了一把火，而这把火居然差点被自己最亲密的盟友点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搞清楚这个故事，我们得把时间倒回更早的年代，回到整件事情的源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朝鲜半岛从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但自由的阳光没有照耀太久，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占领了半岛南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占领了北方。南方成立了大韩民国，北方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从此一分为二，这一分就是到今天还没有愈合的伤口。1950年6月，韩战爆发，北韩军队越过38线大举南侵，美国带着联合国军火速介入，战火一路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中国不得不做出了一个影响历史进程的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参战。这场战争打了整整3年，数十万志愿军将士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双方最终在1953年7月签下停战协议，但请注意，这只是停战协议，不是和平条约。也就是说，从法律意义上讲，南北韩之间的战争状态到今天都还没有正式结束。正是这场惨烈的战争，把中国和北韩牢牢地绑在了一起。毛泽东用一句话定义了中朝关系，叫做用鲜血凝成的友谊。从此以后，中国成了北韩最重要的盟友，最大的援助国，最粗壮的经济命脉，而北韩也投桃报李，在冷战的惊涛骇浪中坚定地站在中国这边。两国一起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但国际政治从来不讲感情，只讲利益。感情这种东西，在国家利益面前脆弱的就像一张纸。时间来到19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来发展经济。而就在中国的东北方向，一个经济正在蓬勃发展的邻居频频向北京招手，那就是南韩。南韩从1970年代起就开始尝试接触中国，多次通过第三方向北京传递善意，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但那时候的中国碍于跟北韩的盟友关系，一直没有正式回应。你想想看，当年志愿军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正面交锋，南韩就是那个联合国军阵营里的核心成员，中国怎么可能公然跟自己的老战友的死敌握手言欢呢？但时代的车轮从来不会因为任何一段友谊而停止转动。1983年，中国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用申办1990年亚运会作为突破口，宣布如果申办成功，将邀请包括南韩在内的所有亚奥理事会成员国参加。这等于是在不动声色中打开了中韩接触的大门。1986年汉城亚运会，中国派团参加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又去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南韩也来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即将发生巨变的味道。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每走一步棋都会主动向北韩通报。毕竟邓小平也说过，跟南韩的问题很微妙，处理起来要慎重，需要朝鲜方面表示谅解。但北韩能谅解吗？嘴上说理解，心里恐怕早已翻江倒海。1991年10月，金日成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临走之前，他直接问了江泽民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到底打不打算跟南韩建交？江泽民的回答非常圆滑，说中国目前只跟南韩有民间贸易关系。金日成是什么人？朝鲜半岛的政治强人，在权力场上摸爬滚打了半个世纪。他听完这番话，心里大概已经有数了。风向变了，挡是挡不住的。
1991年11月，中国外长钱其琛首次出现在汉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南韩总统卢泰愚专门安排了跟钱其琛的单独会面，开门见山地谈两国关系。钱其琛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韩是近邻，鸡犬之声相闻，就不能老死不相往来。听出来了吗？建交只是时间问题了。1992年春天，中国正式跟南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开始秘密谈判建交事宜。双方在一栋僻静的别墅顶楼贵宾间里你来我往的讨价还价。为了保密，南韩谈判代表抵达北京机场后走的是特别通道，坐中巴车直接到谈判地点，全程避开所有媒体。谈判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台湾。中国坚持，南韩要跟中国建交，就必须跟台湾断交，废除一切条约，撤走使馆，3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南韩谈判代表反复强调跟台湾的特殊历史关系，说两国几十年的邦交不能说断就断，希望建交之后还能跟台湾保持最高级别的非官方往来。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态度坚如磐石。最终南韩接受了中国的全部条件。据说谈判结束那天，南韩代表团的情绪特别高昂，好像卸下了一个巨大的包袱。他们在中方举行的宴会上又唱又跳，一直闹到半夜。而这边厢，一个更加棘手的难题摆到了北京面前，怎么跟北韩说这件事？1992年4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前往平壤，参加金日成80大寿庆典，这是一个极好的通报时机。杨尚昆受中央委托，在祝寿之余向金日成透露，中国正在考虑跟南韩建交，同时强调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统一事业。金日成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现在朝鲜半岛正处于微妙时期，希望中国能协调好中韩关系和朝美关系，适当推迟中韩建交的时间，但中央的方针已定，不可能为任何人停下脚步。1992年7月15日清晨，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率领一个6、7人的小型代表团，乘坐空军专机秘密飞往平壤。为了保密，他们连民航班机都没坐，坐的是军机。钱其琛带着江泽民总书记的亲笔口信，要正式通知金日成一个他最不想听到的消息：中国即将跟南韩建交。据中国首任驻韩大使张廷炎回忆，从踏上专机的那一刻起，整个代表团就陷入了一种异样的紧张之中。他们不知道金日成会做出什么反应，会暴跳如雷吗？会拍桌子吗？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吗？结果怎么样呢？金日成听完口信之后，沉吟片刻，语气平淡地说了一句：江总书记的口信我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朝鲜仍将努力增进跟中国的友好关系。他还请钱其琛回国后转达他对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问候。表面上看，这番话滴水不漏，还带着几分大度，但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了那种刺骨的冷淡。张廷炎回忆说，那是金日成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一次。以往金日成见中国客人总是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动不动就聊上几个小时，但这一次他看了看中方带来的礼品，一座九龙戏珠、玉雕和一箱新鲜荔枝，点了点头就送客了，没有按照惯例安排宴会，没有留饭，什么都没有。钱其琛一行人当天就飞回了北京。专机一落地，他们没有回外交部写报告，而是被直接接到了中南海。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江泽民和李鹏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张廷炎回忆说，在自己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出访归来直接去中南海汇报还是头一次，由此可见高层对北韩反应的重视程度。江泽民听完汇报后认为，金主席有些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还是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做出了理解的表态。不愧是老一辈领导人，但私底下的真实反应可没有这么平静。据多方资料记载，金日成在得知中韩建交已成定局后，气得脸都发青了。他对邓小平放话说，既然你们跟我们的敌人南韩建交，那朝鲜是不是也可以跟中国的敌人台湾建交？邓小平的回答斩钉截铁，你们要是跟台湾建交，那中朝就断交。就这么6个字，霸气的让人窒息，但也确实管用。
因为北韩虽然怒火中烧，却清楚地知道自己根本离不开中国，没有中国的石油、粮食和工业品，北韩随时可能陷入崩溃。这就像一个极度依赖家长的叛逆少年，再怎么气愤，真要离家出走的时候，还是得掂量掂量后果。但金日成咽不下这口气，虽然明面上不敢跟中国翻脸，暗地里的小动作却从来没停过。据传闻，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时候，北韩竟然把宝贵的一票投给了澳洲的悉尼，最终北京以2票之差落败，与奥运会失之交臂。虽然这个传闻从未被官方证实，但考虑到金日成当时的心情，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你不仁，休怪我不义。我不能跟台湾建交，但在投票箱里捅你一刀的勇气还是有的。而在中韩建交之后，金日成就再也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要知道，在此之前，他曾经公开或秘密访华超过30次。一个来往了几十年的老朋友突然不来了，这本身就是最响亮的无声抗议。1992年8月24日，中韩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同一天，台湾宣布跟南韩断绝外交关系，并立刻祭出全方位的报复措施，取消一切贸易优惠，停止民航协定，禁止韩国汽车进口，停发韩国水果进口配额，取消韩国厂商参与台湾国营事业竞标的机会。台湾社会群情激愤，反韩情绪如同火山爆发一般。而更让台湾人咬牙切齿的是，南韩居然要求台湾的外交官在24小时内离境，然后把原本位于首尔明洞的台湾大使馆整栋建筑无偿转交给了北京政府使用。这操作简直绝了！台湾人辛辛苦苦经营了几十年的大使馆，你南韩一翻手就送给了中国大陆。从此之后，台湾跟南韩之间的直航中断了长达13年，直到2005年才恢复。就在这个时候，一扇意想不到的门悄悄打开了。台湾失去了南韩这个亚洲最后的重量级盟友，心情跌到了谷底。而北韩因为盟友中国跟死敌南韩建交而感到被背叛，心情同样糟糕透顶。两个在国际舞台上都被边缘化的政治实体，突然发现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共鸣。有网友形容得很到位，台湾和北韩是世界边缘人的羁绊。1991年底，也就是中韩建交的前夕，北韩就已经派遣了副总理级别的官员访问台湾，准备签署互设办事处的协定。可惜这个协定最终因为美国的施压和朝鲜半岛核武检查问题而胎死腹中。但光是这一步就已经说明了北韩的态度。1992年12月，中韩建交刚满4个月，北韩中央人民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委员长崔鼎根率领代表团，持北韩总理江成山的亲笔委任状，经新加坡转飞台湾进行访问。崔鼎根在台湾期间甚至邀请了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张孝言回访平壤。这个张孝言是谁？蒋经国的儿子，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北韩邀请这样一个身份敏感的人物访问平壤，向北京传递的信号简直是在明牌威胁了。1995年到1997年之间，台湾派出农畜专家考察团到北韩的顺安农场提供技术援助和农机种子，北韩也派出农牧代表团回访台湾。1995年4月，台湾的中华航空甚至开出了飞往平壤的旅游包机。1996年3月，北韩正式在台湾设立了高丽航空事务所，负责推广观光旅游和签发观光签证。你能想象吗？在那个年代，台湾居民居然可以搭包机去平壤旅游，两个分别被中国和南韩视为最棘手的对象，居然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慰藉。而刚刚解密的1995年外交档案，则把整个故事推向了最戏剧性的高潮。1995年，中韩建交已经3年，两国关系正处于蜜月期，高层互访频繁，经贸额年年攀升。这一年最重要的外交事件，就是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计划在11月正式访问南韩。这对北韩来说简直就是在伤口上撒盐又浇辣椒水。你跟我的死敌建交也就算了，3年来关系越来越好也就忍了，现在连你们的最高领导人都要亲自飞到首尔去做客，你把我朝鲜放在哪里了？根据解密档案记载，1995年6月，北韩召开了一场国家级智库专家会议，专门讨论中国跟南韩关系日益密切的问题。会议气氛极其紧张，火药味浓得能点着。
当中方代表就北韩对台湾的态度表达疑虑时，北韩专家直接甩出一句：既然中国和南韩正在进行高层交流，为什么北韩不应该对台湾发展关系？这还不是最狠的。北韩专家接着发出了更加露骨的威胁：如果江泽民真的按计划在今年11月访问南韩，北韩将不得不在对台湾的关系上采取某些措施，而且他们用了一个让北京毛骨悚然的表述，有可能被迫考虑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注意这个措辞，被迫考虑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每一个字都是精心选择的。被迫意味着这不是我们想这样做，而是你们逼的。考虑意味着我们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但已经在认真研究了。正式外交关系就是建交，而建交就意味着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话一出，北京坐不住了。台湾问题是中国外交的底线中的底线，如果北韩真的跟台湾建交，那不仅会让中国在国际上丢尽脸面，更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其他跟中国不对付的国家会看到原来连北韩都敢这么干，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整个一个中国原则的根基都可能动摇？于是我们在解密档案中清楚地看到了北京的应急操作。首先，中国开始全力安抚北韩。在江泽民访韩的筹备会议中，北京主动要求在涉及中韩双边关系的所有演说和声明中刻意淡化措辞，小心翼翼地避开任何可能刺激北韩的表述。其次，江泽民在访韩期间的公开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平衡外交这4个字，明确表态南韩和北韩都是中国的友邦，北京不寻求偏向任何一方。你仔细品一品这个场景，堂堂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出访另一个国家，说什么话用什么词，居然要先考虑第三方的感受，这在国际外交中是相当罕见的。由此可见北韩那张台湾牌打得有多精准，精准到让北京不得不如履薄冰的应对。最终，江泽民在1995年11月13日至17日如期访问了南韩，而北韩虽然没有真的跟台湾建交，但这张牌的效果已经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了。北京知道了北韩手里握着一张让自己极度难受的牌，那为什么北韩最终没有真的走到跟台湾建交这一步呢？第一，也是最根本的原因，经济命门被捏在中国手里。北韩的石油、粮食、工业品、电力供应绝大部分依赖中国，如果跟台湾建交导致中朝断交，北韩的经济会在几个月内彻底崩溃。跟台湾建交能换来什么？一些农业技术援助和旅游收入，这远远弥补不了失去中国的损失。第二，美国因素，台湾跟美国关系密切，而北韩跟美国是世仇，北韩跟台湾建交等于间接向美国阵营靠拢，这在意识形态上根本说不通。第三，台湾方面也有顾虑，台湾需要配合美国的对北韩制裁政策，不能擅自跟平壤发展官方关系，而且跟北韩这样一个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国家建交，对台湾的国际形象未必是好事。但即便没有走到建交，台湾跟北韩之间的互动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密切得多。2003年，北韩甚至在台湾设立了一个官方授权的商务办事处，虽然只有1个人驻守，但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北韩官员也曾4度秘密访问台湾。到了2016年，有统计数据显示，台湾竟然是北韩的第4大贸易伙伴。在平壤的杂货店里，你能买到台湾的伯朗咖啡。金正恩和他的妹妹金宇正甚至被外媒拍到使用台湾品牌 HTC 的手机。2017年，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被暗杀后，金正男的遗孀和子女据报就是经由台湾转机前往荷兰避难的。这种看似荒诞的关系背后，其实有着极为清晰的地缘政治逻辑。台湾和北韩，一个在东亚的东南角，一个在东北角，一个被中国大陆视为必须统一的分裂领土，一个被南韩视为必须统一的分裂国家，两个都在国际社会的边缘挣扎求存，都面对着强大邻居的压力，都渴望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找到一丝喘息的空间。那30年后的今天呢？东北亚的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来盘点一下。首先看南北韩关系。2023年12月，金正恩在劳动党全体会议上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
他正式宣布南北韩的关系不再是同族关系和同治关系，而是二个敌国的关系，二个处于战争中的交战国的关系，这就是震动全球的两国论。2024年1月，金正恩在最高人民会议上更进一步要求修改宪法，在宪法中将南韩列为头号敌对国家和永远的主敌。他下令删除所有跟统一有关的表述，甚至禁止北韩人民使用3000里锦绣江山和8000万同胞这样的传统词汇。同时，北韩废除了2024年10月，北韩更是直接炸毁了连接南北韩边境的部分铁路和公路，从物理上切断了两韩之间的最后联系。从追求统一到彻底决裂，金正恩的态度转变之剧烈，在70多年的半岛历史上史无前例。再看北韩跟中国的关系，表面上中朝似乎在回暖。2025年，金正恩到北京参加了阅兵活动，北韩外务相崔善基多次访华表忠心，称北韩在台湾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但暗流从未停止涌动。北韩跟俄罗斯的关系急速升温，甚至向俄方派兵支援乌克兰战场，这让北京非常不爽。中朝之间那根30多年前种下的刺时隐时现，从未被真正拔除。事实上，中朝关系的本质从1992年以后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那之前，中朝是意识形态相同的革命战友，有着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光环。但中韩建交之后，这层光环就开始褪色了。北韩发现原来中国也会为了国家利益抛弃老朋友，而中国则发现北韩这个老朋友越来越不听话，动不动就搞核试验、发射导弹，制造麻烦。到了2017年前后，北韩核武问题达到最紧张的时期，中朝关系一度降到冰点。北韩官媒甚至罕见地公开发文痛斥中国的党报和官媒，措辞之激烈前所未有。其中有一段话让人印象极深，大意是说朝鲜就是朝日鲜明的国家，要想在朝鲜欣赏西山落日，只需要往中国那边掉头看。这话的嘲讽意味不言自明。所以你看，中朝之间的裂痕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深得多，而每当这种裂痕加深的时候，那张台湾牌就像幽灵一样在东北亚的上空飘荡。而台湾方面，自2017年全面停止跟北韩的贸易之后，官方互动基本冻结，但民间的那条隐秘线路是否真的完全切断了，恐怕没有人能给出100%确定的答案。现在随着这批解密档案的公布，人们又开始热议一个敏感问题，在当前东北亚格局剧烈震荡的背景下，北韩有没有可能重新拿起台湾这张牌？坦白说，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来看，北韩短期内跟台湾建交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原因跟30年前一模一样，北韩的经济命脉依然牢牢捏在中国手里，而且金正恩手里现在有核武器，有洲际导弹，在跟大国博弈的时候有了更硬的筹码，未必需要动用台湾这张风险极高的牌。但外交博弈从来不只看结果，更要看信号。北韩当年把台湾牌打出去的时候，本来就不是真的要跟台湾建交，而是要让北京知道我手里有这张牌，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30年前的逻辑是这样，30年后恐怕也不会有太大不同。而且这份解密档案选在这个时间点被公布，本身就充满了政治玄机。南韩为什么偏偏选择现在公开这段历史？是纯粹的档案例行解密，还是在向某些方面释放某种信号？你想想看，2026年的东北亚正在经历什么？美中博弈日趋激烈，台海局势持续紧张，朝鲜半岛南北对峙达到近年来最高点，俄乌战争仍在继续，而北韩士兵被曝出现在战场上。在这样一个风云诡谲的大背景下，南韩突然公开30年前北韩扬言要跟台湾建交的档案，你真的相信这只是巧合吗？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批档案的公布时机恰好赶上了南韩国内政局的剧烈动荡期，它可能是在提醒国际社会，北韩这个国家从来都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玩家，他手里握着的牌远比外界想象的多。同时也在暗示，如果国际社会不认真对待朝鲜半岛问题，那些尘封的外交噩梦随时可能重新上演。在全球地缘政治加速重组的2026年，每一份解密文件，每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外交动作，可能都比表面看起来复杂得多。让我们把视角再拉远一些，
俯瞰整个东北亚的棋盘。从1992年中韩建交的那一刻起，这个区域的权力格局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动态平衡之中。中国得到了南韩这个重要的经济伙伴，但同时在跟自己最老的盟友之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这颗炸弹的引信就是那张台湾牌。台湾在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大国博弈中，始终扮演着一个极其独特的角色。它既是中国最敏感的核心利益，也是任何想要刺痛北京的玩家手中最锋利的武器。北韩在1992年和1995年两次拿起这把武器比划了一下，虽然最终都没有真正挥出去，但那种让北京如坐针毡的效果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就像一面镜子，照出的永远是利益的真面目。1992年，中国为了国家发展大计跟南韩建交，不惜让用鲜血凝成友谊的老盟友感到被背叛。1995年，北韩为了报复中国的背叛，不惜拿出台湾这张最敏感的牌来威胁北京。2024年，金正恩为了政权生存和国内控制，不惜修宪把昔日的同族兄弟定义为头号敌人。2026年，南韩选择在这个微妙的时间点公开30年前的外交秘辛。每一步棋看似独立，实则环环相扣。朝鲜半岛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南北韩两家的事，它牵扯着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当然还有那个一直被卷入大国博弈漩涡中心的台湾。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北韩跟台湾建交的可能性有多大？答案也许是，重要的从来不是它最终会不会发生，重要的是，只要这种可能性存在一天，它就会像一把隐形的剑，高悬在东北亚权力平衡的上空，让所有玩家都不敢掉以轻心。这就是国际政治最迷人也最残酷的地方。每个玩家手里都攥着几张牌，有的牌也许永远不会打出去，但只要对手知道你手里有，他就已经在默默发挥作用了。